联合国安理会周日举行会议，表决通过了美国等提出的要求，就乌克兰局势举行紧急特别联合国大会的第2623号决议。根据联合国最新日程安排，联合国安理会将在美东时间周一下午再度举行乌克兰局势临时公开会，目的是讨论当前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形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当前乌克兰局势急剧变化，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必要克制，避免乌克兰局势进一步恶化。针对近期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批评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在周一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一向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一向站在和平、合作、公道、正义一边。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各方保持必要克制仍是中方强调的基本点。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近期有外媒炒作称，美方此前曾6次在美中高层对话中恳请中方劝阻俄方袭击乌克兰，但中方对此不以为然。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我们的相关提问时，便明确指出，坚决反对美方捏造不实信息，抹黑中国形象。中方希望同有关各方一道给紧张局势降温，而不是火上浇油。中方的做法同个别国家制造危机、转嫁危机、从危机中渔利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究竟哪种做法有利于欧洲的和平稳定，有利于欧洲的长治久安？相信大家会得出公正的结论。乌克兰战云密布之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一通过社交媒体公布，他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北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和反坦克武器，同时提供金融和人道援助。前一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还宣布，欧盟将有史以来首次为一个正在遭受攻击的国家提供共计5亿欧元的武器等援助。欧盟将这一举动称为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时刻。 Yes, they are unprecedented times because the war is back in our borders, and that's why it is a defining moment for this European history. 此外，欧盟还宣布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升级对白俄罗斯及白俄罗斯领导人的制裁，以及同样前所未有的对今日俄罗斯等媒体实施禁令。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在传统关系上和俄罗斯相对比较好的，在之前的这种冲突和博弈中都保持的相对比较克制的这种国家，也现在转变了态度。那么也标志着这个西方更加的协调一致，对于俄罗斯会继续进行更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也表现出来，就是未来这种俄西关系会处于一种极端的恶化和破裂的这种状态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危机还促使德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发生转变。德国电视1台报道，总理舒尔茨周日在联邦议院举行关于俄乌战争的特别会议上宣布，从现在开始，德国每年将把超过2%的 GDP 用于国防建设，今年将追加10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国防现代化，还将加强与欧盟和北约盟国的合作。那因为德国这方面呢，他们有这个2战的阴影，所以他们在军方或者在军事等等的这方面的这个政策都相对的比较保守。可是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呢越演越烈，所以说呢就使得他们觉得说应该要加强防卫，所以说他们才会做出这个决定出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俄乌战事打响5天之后，俄代表团与乌方在白俄罗斯进行了首次接触谈判，但是俄总统也在前一天要求本国战略威慑力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您对此如何看？这的确是相互矛盾的两个行为，它意味着在应对这场俄乌战争上，普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这几天来，普京的策略是尽情地展现俄罗斯硬的一手，也就是要以全面军事进攻的方式，彻底解除乌克兰的武装，并建立一个亲俄政权，也就是所谓的非军事化与非纳粹化。那么从昨天开始，普京的策略转变了，从单纯的硬手段变成了一手软一手硬，而且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指的是，此前普京是绝对不愿意跟乌克兰现政府谈判的。
甚至连泽连斯基的电话都不接。后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斡旋下，普京虽然愿意谈了，但开出的谈判条件是乌克兰军队先放下武装，也就是缴枪投降。然而从昨天开始，普京的态度出现了急剧的转变，一是不仅愿意谈，而且展现出了想要谈判的急切心态。先行派出代表团到白俄罗斯明斯克去等着乌克兰代表团。二是在谈判的具体地点上，虽然还放在了白俄罗斯，但已经应乌方的要求几次做了改变。三是原先提出的有条件谈判，也就是让乌克兰军队先放下武器，已经变成了无前提条件谈判。在硬的更硬方面，原先普京是准备以俄罗斯的常规军备力量在1-2天内搞定乌克兰，而现在这是直接亮出了俄罗斯的终极大杀器，也就是把战略核武器给搬出来了。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很显然，俄方一方面把谈判的姿态放得低得不能再低，另外一方面却摆出了不惜扩大战争规模与烈度，甚至是不惜打一场核战争这样一种姿态。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行为。那么普京的葫芦里面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我们要如何来理解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叫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也就是政治决定军事。不过我认为这是在常态下，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战争正在进行中，实际上是军事决定政治，政治是军事的延伸。也就是说，普京祭出的软硬两手策略，根源实际上是因为当前的俄乌战场上的形势是战争态势所决定了的。我相信外界都没有预料到俄罗斯这次会全面进攻乌克兰，但是在战争开打之后，普京也有2个没有预料到。一是没有预料到乌克兰人的抵抗会如此顽强，以至于战事已经进入第5天，俄军并没有在战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更没有如期拿下乌克兰首都基辅。二是普京没有料到原先显得软绵绵的西方，他们的反弹会如此的激烈，不仅直接介入了俄乌军事战争，甚至把经济战争打到了俄罗斯国内。假如按照这种态势发展下去，战争全面陷入焦灼状态，打成了前方的军力消耗战与后方的国力消耗战，那不仅让乌克兰非军事化与非纳粹化的目标难以实现，甚至是会威胁到俄罗斯。我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普京才迅速且果断地一手举起了核大棒，一手伸出了和谈的橄榄枝。其目的一是要压迫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以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二是要警告美国与相关欧洲国家。那在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已经进入特殊战备状态的情况下，冲突会升级失控吗？我认为俄罗斯高调亮出自己的战略核武器，表面上在着眼于进攻，但实际上这是在着眼于防守。也就是说，这是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从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守，或者是以攻代守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在告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请你们克制，不要把我逼得太狠了，给我一个转身与下台阶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应该抓住机会，通过和谈的方式解决这场战争。然而遗憾的是，在普京亮出核战备力量之后，北约不知道是并没有读懂这里面释放的信号，还是反而误以为这是俄罗斯设立锐刃的表现，以及是一个彻底搞垮俄罗斯的机会。反正北约是摆出了要跟俄罗斯硬碰硬的姿态，反而是宣布要支持乌克兰更多进攻性的武器，包括战斗机在内。假如按照这样一种势头发展下去，那美俄与俄罗斯走到核大战的这一步，真的就并非是危言耸听了。在此前的评论中，我不仅就此发出过警示，而且我认为在分析当前俄乌、俄欧、俄美局势的时候，尤其是在面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不能光是凭着常识与理性来做判断。要是凭着常识与理性来做判断，那这场俄乌战争压根就不会发生。然而，它最终却发生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前，俄罗斯曾经从乌东部2个州撤走了大量的俄裔居民。我曾经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那么无独有偶，今天俄罗斯与美俄之间也宣布要相互撤侨了。普京曾经说过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要是没有俄罗斯了，那还要地球干什么？然而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俄罗斯，还准备用经济战搞垮俄罗斯。那么地球只有一个，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反对战争，反对升级战争，尤其是反对核战争，不仅是每一个国家的任务，更是我们每一个地球公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此我们要毫不含糊，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因为核战争一旦打起来，就没有后悔药可吃了。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